切地遇见了你，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多么感激。手向我，眼相看，温暖气息。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谜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。1000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向我，眼相看，潮来潮去。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生死在一起，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的期许刻在石碑里，我和你天和地，注定的相遇，哪怕要放弃，也要珍惜。少仪大人，这不公平啊！您说过，笔考、艺考成绩各占3期。我就算是笔考得0分，可是我艺考如果能考好，一样和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啊！是啊，王尚仪，你不许他进去比试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可你怎么能把他的艺考资格也给取消了呢？你倒是一心一意想帮这个陆贞。好啊，你要是觉得不公平的话，大可以跟我到贵妃娘娘那儿去评评理呀。这点小事情，不用打扰他了吧？少仪大人，奴婢跟您打个赌，要是您允许奴婢参加艺考，奴婢保证一定会在艺考考试中拔得头筹，否则什么？否则就罚我3年之内不得参加晋级考试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好，本座就跟你赌一局，不过赌注还得加重。如果你没有拿到第1，你就滚回去做你的3等宫女，并且终身不能晋级升考。那上仪大人，您也得跟我击掌为誓，保证如果我能在艺考中得了第1，一定要秉公评判我的综合成绩。你以为我是楼上是那样的人吗？陆贞，你既然敢放出豪言壮语，本座就等着看你的好戏。我没有看错人，这个陆贞倒还真有几分血性。姑姑怎么坐地上呀？他在做什么呀？怎么拿那么多书啊？怎么回事呀？在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你们看什么看？还不干活去！大娘，陆姑姑她最近在干什么呀？怎么又把自己关在屋里了？你们少添乱了。明儿一早，姐姐就得去内侍局参加艺考。这会儿她在想事情，你们通通都不许打扰她。快走，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走！你来干嘛？我是来打听消息的。殿下很担心陆姑娘，问问她怎么样了。你们还好意思问呐？啊！你站住！推陈出新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拿到第1呢？有了，
金华殿宫女诏书在。此次艺考，你准备做什么宝物参赛？禀大人，奴婢报考的是丝扇丝，因此愿花1日时间，为2位大人烹制一味烩鹿羹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清静殿宫女陆贞，此次艺考，你准备做什么宝物来参赛啊？禀大人，奴婢报考的是丝宝丝，因此愿花1日功夫制成佛经中的7宝璎珞。7宝璎珞？是，我朝遵从佛法，大宝经中有言，7宝璎珞乃无相法器，由佛家至尊7宝金、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及玛瑙制成。而鸠摩罗什大师曾说，此等圣物得3宝而国泰，得7宝而民安，故此陆贞才大胆发愿，要制成这7宝璎珞参赛。西天诸佛都配有此种璎珞，就连观音娘娘也不例外。好，你退下吧。是。大家把明日所需物品列好，内侍局会帮你们去准备。明早晨时齐聚此处，正式开始比赛。如果有人迟到，立刻逐出考场。是。阮娘，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。大人何出此言啊？他不是早已经错过比考的考试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你看他今天参赛的内容，7宝璎珞。他明明知道太后平日最喜欢佛法，而且那本大宝经从不离手。他话里话外又提醒着我们，璎珞也是观音菩萨的法器。娘娘最信奉的不就是观音吗？那这会不会是楼上士出的主意啊？不，看楼上士的样子，这件事应当和他无关。这个陆贞之前仗着长公主的势力横行霸道，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如此精深的心计，左边讨好了太后，右边又暗地奉承了一把公主，逼着我不敢给他低品。她一个不到17岁的姑娘，怎么能那么聪明呢？只怕他身后的势力不小。昨儿我去了司政司，看了卷宗，里面写着宫女沈碧诬告陆贞持假官籍入宫。哼，什么防御使之女，明明就是京城口音，怎么可能是东平人？不能再这样容他放肆下去，就算是为了公主，也得铲除此人。好了，去吧。大人，阿碧，你快按上面写的把东西整理好。是。大人，请问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？是女官晋级艺考要用的东西吧？哎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做事？是。这正殿的后院设有8间偏房，每人各占一房，必须要在1日1夜之内亲手完成自己的宝物。至于那些原料和物件，已经提前送到了里面，请诸位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为我们内侍局再添英才。是。
国冰蚕丝，天下名寺中向来认读第一。陆贞啊陆贞，你这回又得罪了哪路神仙呢？不行，考试还没结束，你不能离开。姐姐，我不小心摔破了琉璃珠，你不让我出去再找一颗回来，到了明早晨时，你让我拿什么东西去交啊？可别人都没有出去过呀。那大人有没有说过考试期间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啊？那倒也没有。那不就结了吗？姐姐，你就高抬贵手，行行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就让我出去一趟，只当是行个方便，这又不算违背公规。这颗琉璃珠原本价值1000金，现在虽然碎了，可是打磨打磨，还是能做成几颗小珠子的。这样，不管是镶在镯子上，还是镶在钗子上，都是很漂亮的。谢谢。什么？你把琉璃珠都打碎了？是，都怪我不小心。大人，这琉璃珠太过贵重，司宝司肯定不会再给我一颗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这宫里还能藏有琉璃珠的地方，就只有大人您这儿了。大人，求您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，就救我这一次吧。姑娘，快起来说话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不帮你，我们内府局，他也没有多余的琉璃珠啊。朱大人，您知道在这宫中哪儿还能找到琉璃珠吗？哎呀，这琉璃珠啊，向来金贵，除了司宝司，恐怕也只有皇上和贵妃那儿会有那么1、2颗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七宝缺了一宝，就算再重新做一条璎珞也没有用啊。姑娘，您别着急，明早辰时才是最后的期限。您再想想，除了琉璃珠，或许还能用别的什么宝珠替换一下。什么呢？朱大人，宫里哪能找到瓷窑啊？宫里头又不烧瓷，不过我们这儿倒有2口烧陶的陶窑。陶窑也行啊，我想好了，如果做不成7宝璎珞，我就索性做一盏青瓷观音净瓶。这种东西宫里不多见，如果赶得及，说不定交上去还能跟他们争一争。对呀，小橙子，哎，快把管陶窑的陶工们呐都叫过来，今天晚上咱们有的忙了。是大人。朱大人，那我们快走吧。等等，这窑口是有了，那瓷石呢？没有瓷石，你做不了泥胚呀。咱宫里头可没有这东西啊，莫非你想出宫去买？不用出宫，我有办法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哎，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姐姐。这东西是不能吃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老天保佑，我命不该绝。朱姑娘，你要这石灰水做什么？上釉啊，你们烧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石灰水上釉，烧出来的釉色会很漂亮。你们都闲着干嘛呀？啊，还不赶快去拉扇子点火！快去！朱大人，看样子这个姑娘是个熟手啊。你呀，不用着急，有他们帮忙，这泥胚呀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朱大人，您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，要不是有您2粒插刀，我早就……瞧您说的，这惜才之心呐，人皆有之。再说了，这制瓷的事儿，
全靠你自己身体力行。我只不过是借给了你一座陶窑，谈不上什么帮忙嘛。无论如何，朱大人，我还是要谢谢您。哎呀，这谢什么呀？哎，陆姑娘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个小玩意儿。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关窑，点窑火。陆姑娘，这次这窑要烧多久啊？现在是亥时1刻，到明早卯时3刻就可以了。这么长时间呢？我看陆姑娘你就先休息一会儿吧，这里有我们看着呢。大哥，谢谢您了。只是这窑瓷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我得自己盯着才放心。那你也没有必要待在这里，还得整整1宿呢。哎，您不如在这里坐一坐。哎，反正这里也有我们看着。陆姑娘，您每半个时辰出来看看也就成了。也行。来，你先歇一会儿。陆姑娘忙了一整天，也该渴了，先喝口水。不用了，大哥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赶紧歇着吧。陆姑娘不敢当，你不用叫我大哥，叫我李大胆就行了。俺自从10岁净身进了宫，整天就是干烧窑打土的粗活。我不知道这陶窑里还能烧出金贵的瓷器来。姑娘是个明白人，你就跟我说说，这陶和瓷有什么区别呀？陶和瓷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都是将土放进窑里，然后用大火猛烧。只是烧陶呢，用的是普通的黄泥粘土，而烧瓷的泥胚必须得要瓷石。可是咱们大齐不产瓷石，反而陈国却有很多的瓷石矿脉，所以陈国的瓷器名扬天下。但在齐国，这就成了极其少见的珍品。我也是偶然在清净殿里发现那些泥土有很多可以烧瓷的瓷石粉，所以才敢大胆试一回。你们烧陶都是用普通的木柴吧？是啊，对。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烧，都烧不成瓷器。不过这一回，我给你们换了一些含油较多的松木。你们看到那些金色的火焰没有？只有那样的火焰才能烧出好瓷来。陆姑娘，你怎么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了？要知道，做瓷的手艺，在咱们齐国可金贵着呢，也就是京城2、3家大户人家才用的。你告诉我们这些，不怕我们偷技吗？各位虽然在宫中供职，但是要放在民间，肯定也是能工巧匠。所以，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切磋切磋，还请各位以后能多多指教。不敢当。陆姑娘，宫里的宫女和姑姑，咱们也见得多了。不过像陆姑娘这样心灵手巧、心肠又好的，咱们还是第一次见。既然陆姑娘对兄弟们这么好，咱们兄弟也会好好报答陆姑娘的。不好意思。禀大人，陆贞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内侍局，我们要不要？不用，还有3个时辰天就亮了，到时候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。降回3等宫女，永生不得晋升，这样待在宫里才是生不如死，也免得我动手了。可他的丝线怎么会断呢？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手脚啊。最近有些人太得意了，连老天都看不惯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开窑！哎，你别去，里面太热了，还是我们去拿吧。好。
陆真，打开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尽力了。哇，好漂亮！怎么说出来的？这瓶子怎么是白色的？你们都看看，看看！慢点，漂亮啊！参见上士大人、上仪大人。怎么少了一个人呢？陆贞又到哪儿去了？有人在他的丝线上动了手脚，他的琉璃珠摔碎了。看门的宫女说，他昨天傍晚就跑出去想办法了。本座说过，迟到者取消资。等等，我来了。你倒是挺会赶时间呢。你的七宝璎珞呢？哇，这是玉？不，这不是玉，是白瓷。白瓷？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白的瓷器呢？这是瓷吗？是你烧的？是，这是奴婢昨晚亲手烧的。内府局的朱大人和诸位工匠都是见证人。该不会是上面涂了什么白粉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白色的瓷器呢？大人请尽管查验。奴婢听说，古有和氏璧，其白如雪，始皇得之而一统天下。之前各朝各代只有青瓷、黄瓷，奴婢能在本朝破天荒地烧出白瓷，那一定是因为皇上以仁德治天下，感动了上天，才会赐此吉祥之兆。就会说这些花言巧语。王上仪，你没看过白瓷，那是你没见识。可是啊，你总不能胡说八道，说咱们皇上不是圣明天子啊。现在胜负已经分明，你也是时候宣布今年谁能晋升女官了吧？当然，不过谁都可以，就是他，绝对不可以。为什么？陆贞的白瓷的确前所未有，可是楼上事你别忘了，当时他报名的时候说他要交的宝物是七宝璎珞，这考试最忌讳的就是文不对题，自然我们的艺考也是如此。可上仪大人从没人说过不能临时更改艺考的宝物啊，还在狡辩。好，就算你艺考拿了第一，可是你的笔考没有任何成绩。以本座之见，陈云的双面飞白绣书，在此次艺考中绝对可以拿到前3名。他的笔考是魁首，按照笔考艺考3期分配，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我很佩服你的一双巧手，只是陆贞身在内宫，就应该严遵上令，恪守宫规，言出必行。谢谢大人教诲。既然如此，你还记得与本座的赌约吗？王璇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住口！我现在只是在教他什么叫做言出必行。楼上使，你别忘了，这次晋升考试，并不是为了你们楼家选拔亲信，而是为了我大齐朝中选拔最优秀的女官。如果他连最基本的言出必行都做不到的话，以后怎么能够让他的下属信他、服他？你，上士大人，您不用跟他争了。上仪大人说的对，是陆贞太没用了。既然如此，
本座就宣布，今年晋升女官的第一人选是武德殿1等宫女陈云。至于陆贞，按其之所言，废除1等宫女的位置，永生不能参加晋升。等等，本座有话要说。参见朱大人。起来吧。朱大人，不知道您来内侍局有何贵干呢？本座不喜欢绕弯子，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他打抱不平。我这个小朋友啊，刚才烧出了前所未有的白瓷，如此不世之才，恐怕连我朱尔廷都得甘拜下风啊！此等才女，你们非但不加以重用，为何反而要将她降职加罪呢？大人，您言之有理呀。下官也认为陆贞应该重赏。可是我们这位王大人，想不到陆贞这个小宫女人脉真广啊，连内府局的朱大人都成了她的朋友。只是朱大人，本座完全是在秉公办理此事。秉公？哎，什么叫做秉公啊？我问你，你们内侍局为何每年都要对宫女进行晋升考试啊？那是为了替皇上选拔贤才。陆贞，她破天荒地烧出了白瓷，难道这还不算是贤才？你可知道，我朝因为瓷业不兴，每年得向陈国购买多少瓷器？若是这白瓷流传到了宫外，恐怕连那爱瓷若痴的陈国国主都得羡慕不已呀！王上仪，你又何必要拘泥于陈规，扼杀陆贞这样的人才呢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王上仪他是梁国旧臣，梁国皇帝和他全家全部都是死在当今陈国皇帝的手上，所以陈国皇帝爱什么，你就恨什么。娄清强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朱尔廷，本座敬你是4品少监，才尊称你一声大人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我们女官升迁的事是内侍局的事儿，你这内府局的大人，少在这指手画脚的。陆贞，本座现在就下令，判你永生不得晋升女官。王璇，你少来指手画脚。你别忘了，这内侍局本座也管着一半。现在我偏要晋升她当女官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好你个王上仪，你仗着贵妃娘娘给你撑腰，竟敢侮辱上官！陆贞，我们走。内侍局不让你做女官，我们内府局要你，我这就带你去求见皇上，我包你至少能得个8品的官位。走。圣旨到。宣5品上仪王璇，5品上士娄清强，1等宫女陆贞至昭阳殿偏殿觐见，钦此。臣领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们那边的事朕也都知道了。今儿朕一直让元福在那儿盯着呢。依朕来看，王上仪得理，但朱少监说的不错。朕新晋登基，能得白瓷祥照，当然是喜事。对了，那只白瓷净瓶在哪儿？如此莹白如雪的美瓷，果然是世间少见。皇帝和贵妃都是爱瓷之人，我想他们肯定会喜欢的。谢皇上夸奖。陆贞，你进献白瓷有功，应当重赏。但是内侍局的晋升法度，朕也不愿插手。
不如这样吧，内侍局从余下的7名宫女当中，竞选2个做女官，陆贞则由朕破格提拔，直接做一个8品女官好了。皇上，这宫女晋升女官向来都是从9品做起，陆贞怎么能从8品做起呢？王玄，皇上的话你也敢反驳？我们做忠臣的，哪怕皇上失言，也该直言指出。那些刻意奉迎的，才是小人。皇上，后宫女官晋升向来都是由内侍局负责，请皇上不要插手。再说，这陆贞烧出白瓷，极有可能是侥幸，岂能因他一时之功就许他8品官位？还请皇上三思。王尚仪，你口出狂言！皇上是天下之主，是怎么不能自由决断？再说，真正掌管后宫的，应该是未来的皇后娘娘。就是你那位贵妃娘娘，也不过是暂掌凤音。好了，别说了。王尚仪，朕恕你失言之罪。至于陆贞是不是侥幸，陆贞，朕给你5日时间，如果你能再烧出1窑白瓷，朕就赐你8品掌针之职；如果不行，你就退回去当1等宫女吧。此事无需多言。5日之后，朕当亲自验收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皇上恩典。大人，您今儿可是特别的高兴啊！哎呀，王玄吃了那么大一个亏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啊？皇上倒是一心向着那个陆贞，哼，就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可是王玄这个傻子，偏偏还要跟皇上对着干。你想想，皇上才登基多久，连六司都搞不清楚，怎么就偏偏知道司宝司的8品女官是掌针呢？可是陆贞不是和长广王殿下？哎呀，这个我也纳闷儿。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皇上和长广王这2兄弟，又不是第1次争同一个女人了。陆姑娘还在内府局吗？唉，是啊，自从皇上下那道旨意，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清静殿，只让我在桂花树下给他挖了一些白土送过去。那封信呢？他看都没有看，转头就撕了。还不都是你们那个无情的殿下，居然敢不收他的腰带？他也因为这个大哭了一场，还喝了好多酒，还因为这个耽误了笔考。哎呦喂，那我们家殿下也是冤枉的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腰带是什么意思啊。他不知道？不可能吧？这风俗在咱们齐国是人人都知道的呀。哎，他真的不知道。在这世间上，我终于找到比你、比我还要蠢的人了。陆姑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烧的这几次都不是白的呢。我也不懂啊，此土火温明明都是一样的，难道真的是碰巧？陆姑娘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好了，你都在这儿不吃不喝1整天了，听我的话，回去好好睡一觉啊！离皇上给的期限不是还有2天呢吗？别这么拼命啊！哎呀，那我回去休息休息。说不定一下子还能豁然开朗呢。哎，快回去休息吧，快休息吧。啊这一堆土是剩下的，这一堆是刚刚新挖的，看上去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为什么？
了序，把手握